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舅舅去世，我妈收养了表妹10年。等她出人头地后，为了出名，她网暴我们，亏待她，营造寄人篱下的人设，博取同情，涨粉无数，整个家庭鸡犬不宁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和目光复杂的妈妈两眼相对，她手里还牵着身着孝衣的表妹。寄人篱下，受尽委屈，我们帮她落实到位。自小，舅舅就对我关怀备至。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，舅妈也随即离家出走。母亲看到表妹苏冉，一个初2的少女，无依无靠，心中充满了同情。在征得我的同意后，母亲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监护人的责任，将苏冉接到了我们家中。母亲视她如己出，我也把她当作亲妹妹一般。但未曾想到，当苏冉事业有成、婚姻美满时，她却在网络上诉说自己寄人篱下的辛酸，赢得了众多网友的同情。她甚至利用自己的婚礼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，吸血家庭及其养女。这个视频获得了数万的点赞，画面中是我和苏冉的丈夫。我要求苏冉的丈夫履行订婚时承诺的彩礼，他面露难色地掏出了钱。他说：“感谢姐姐抚养苏冉长大，以后苏冉就交给我了。”苏冉含泪表示，即使有舅舅的赔偿金，给我们彩礼也是应该的。然而，我将彩礼和母亲准备的8万元嫁妆一起交给了苏冉。我没有证据，网友们不相信我的话，即使有人为我辩护，也会被网络暴力所淹没。苏冉坐在婚床上，背景是他们的新家，如同出水芙蓉。感谢姑姑和表姐这10年的照顾，我的彩礼给他们也是应该的。我和丈夫还年轻，我们将来也可以努力。苏冉用几句含糊其辞的话，将我们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那时，我正准备公派出国攻读博士学位，母亲也感叹我们长大了，她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苏冉的视频一经发布，网友们便认为我们在剥削她，用养女来为亲生子女铺路。即使我出示了公派的证据，也会被说是伪造的。母亲去找苏冉理论，却被热心的网友逼得无路可退。回家后心脏病发作，那个夜晚她没能从手术室里走出来。苏冉没有丝毫的愧疚，反而利用这波流量成为了网红，自诩为逆境中绽放的花朵。她确实绽放了，而我的母亲却倒在了她绽放的路上。看吧，这就是善良的代价。我带着一把刀，将那朵盛开的花染成了红色，然后从20楼跳了下去。再次睁开眼，母亲看着我，眼中含着泪光。她愣了一下，突然她放开了拉着苏冉的手。苏冉困惑地抬头，母亲摸了摸我的头，转身出门。青青在家，我去趟法院。留下苏冉站在客厅里，声音嘶哑地喊了我一声表姐。我微微一笑，表妹，别难过，舅妈只是走了，不是去世了，说不定过几天就回来了。我还得去学习，你自己在这里坐会儿吧。最后，我冷冷地补充了一句，别动桌子上的零食，那都是我妈给我买的。这下，苏冉的眼泪真的流了下来。我回到房间，第一件事就是把空了一半的衣柜、书桌和床全摆回去。妈妈说表妹要来，我们兴致勃勃地换了高低床，准备把我想要的上铺给她睡。可是后来，苏冉说她的青春期都是在拥挤的、压抑的上铺度过的。我一边搬东西给上铺，一边咬牙切齿。她爱睡哪睡呢？睡大街更好，大街宽敞。妈妈回来的时候，苏冉已经在客厅哭得不成样子了。
我听见妈妈僵硬地安抚了他几句，完全不接我欺负他的话茬。最后说：“你去洗个脸吧，少用点纸巾，都是要花钱的。”苏冉去卫生间哭了，还是得我妈。我顶着高一的皮囊，在妈妈怀里一顿哭。妈妈听说了后来的故事，眼泪止不住的掉，她一个劲地说：“对不起我。”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妈妈今天去法院，是想去看看监护程序还能不能撤回。法院的人不懂为什么，只能说已经办理好了，除非重大过错无法更改。哎，我俩双双叹气，要是再早一点就好了。叹完气，也不能把苏冉赶出去。妈妈恨恨地从柜子里拎出来大熊，放到了下铺，还给他盖好了被子。简单吃了点晚饭，妈妈拿了条被子扔沙发上：“冉冉，你这几天先睡沙发，过几天我找人弄个床放阳台，你就有地方睡了。”苏冉的眼睛都哭得合不起来了，用来薄心软的笑衣实在不适合擦眼泪，即使她天生丽质，也有点丑的不能看。我体贴地帮她开了台灯：“冉冉，不要浪费电，把你弄乱的客厅收拾一下，纸和电都是要钱的。”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着她的眼神里弥漫的怨恨，她的嘴唇都要被咬破了。这才对，我虐待你，你记恨我，然后我们看看谁棋高一招，而不是我对你好，你记恨我，还恩将仇报。我反锁了房门，抱着被子敲开了妈妈的房间。活过来的第一天，当然要和妈妈贴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便看见了妈妈，她摸着我的脑袋，叹气：“青青啊，我发现她是聪明的，怪不得她能抓住风口呢。即使昨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也不妨碍今早苏冉起床给我们做了早餐。”我把手抓饼塞进嘴里，上辈子可没有这个待遇。为了不让苏冉有生疏感，我和妈妈对她格外的好，早餐都是做好才喊她起床。哭归哭，笑归笑，学还是要上的。苏冉请了半个月的假，这个周一和我一起去学校。我们的是同一个学校的初中部和高中部，离家2站路。我对着车下看着我的苏冉摊了摊手，表示没有多余的了。公交车很快挤满了，呼啦啦地走向前方，留下凌乱的苏冉。苏冉是在课间找到我的，几个班里的男生看着学妹喜笑颜开。他问我：“表姐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我偷偷翻了个白眼，我就是脾气不好又事情多，不是针对你。他眼眶红了：“那你的房间有上下铺？为什么？”我皱皱眉：“因为我有洁癖，不喜欢外人进入我的空间。都寄人篱下了，还没一点分寸感，有的睡就不错了。”对着他冒红的眼睛，我开口：“听说大姑家有4个房间，你要不要去他们那边住？”苏冉哭着走了，她当然不会去。自从舅舅出事，大姑一家根本没有问候过一句，更是对这个拖油瓶避之不及。他们的确有4个房间，不过估计沙发都不给苏冉睡。妈妈最近还在往法院跑，舅舅出车祸，但主责在舅舅。上辈子妈妈为了苏冉一遍一遍地找材料找关系，最后连对方司机都有点感动，人道主义赔偿从50万到80万，还被舅妈拿走了一半。剩下的40万，妈妈添置了钱给苏冉买了个小公寓，是她的婚前财产。这辈子妈妈懒得这般尽心竭力，拿着25万就回来了。她手一划拉，1万就进了苏冉的手机。花完再跟我要，一共25万，够养你到18岁了。你在我这里的花销，我会记账给你扣掉，等你成年了，剩下多少一次性给你。
苏然很迷惑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周还在争取他抚养权的姑姑一下子这么残酷。他眼睛一暗，仿佛想明白了，小声的嘟囔：“怎么可能就25万？”妈妈自然不惯着他，把判决书拍到桌子上。虽然你妈跑了，但是他们没离婚，你妈是财产第一继承人，她只给你一半，我也没办法。所幸25万不少，也够养你了。苏冉红着眼睛，像淋过雨的小鸟。我想我妈妈。妈妈摸了摸她的脑袋，然后在背后擦了擦手。你妈的电话号码我们都有，但是她不接，也没办法，你再多打几个吧。对此，我只能安慰她，没关系，虽然你妈钱也不给你，但是说不定她就回来了。上辈子拿到40万的妈妈，照顾她丧父的情绪，不忍心告诉她舅妈拿走了一半。没有看到判决书的苏冉，毫无良心地认为舅舅的死赔偿了几百万。看着几乎要碎掉的苏冉，我无奈地叹气，拿了包纸巾给她。用吧，这个就不收你钱了。苏冉拿起纸巾就扔到了地上，一片安静。她偷偷抬头看着脸色严肃的妈妈，又抽噎着捡起来。对不起姑姑，我心情不好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姑姑最好了。妈妈不想面对她，索性抽了几张纸巾盖到她的脸上。在她哭泣的空当，妈妈给我转了1万。别人有的，我的青青也要有。我忍着眼角的泪花，看着抽纸的苏冉，应该要钱的，她用了我就没得用了。妈妈在阳台给苏冉搭了一个床，阳台虽然有点拥挤，但是寄人篱下，只能有这个待遇了。最先起幺蛾子的是苏冉的追求者，10几岁的少年，脸上尚且青涩，却堵在我和苏冉的面前，要求我不许欺负苏冉。我看向苏冉，她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苏冉一个劲的解释，表姐没有欺负我。少年眼里都是对她的心疼。没错，这就是前世苏冉的老公。上一世见到他并没有这么早，而是在苏冉高1的时候，因为早恋见到的。妈妈气结，严厉地要求他分手，以学业为主，管控他的手机。后来这些也成了虐待他的说辞。这一次嘛，我紧紧盯着苏冉，质问他我哪里欺负他了。我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哭得比他还伤心。我一把把苏冉推到男生的怀里，你爸爸死了，妈妈跑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周围的人全看过来，苏冉尚未站稳，慌乱地转头抓住我的胳膊，眼里是恳求。不是自尊强吗？寄人篱下痛苦吗？我想着上辈子苏冉的所作所为，眼睛一颗一颗的掉，任由他掐着我，语气因为愤怒而尖锐。是我妈妈把你带回来，让你有个家，而不是去福利院。你说我欺负你，可你在家里最多不过做做家务，这些谁家的小孩不干？你爸爸的赔偿每个月都会给你一部分，你的生活费远远比我高。最后我声嘶力竭地喊出委屈，顺便把被他掐得红肿的胳膊抽到了太阳下面，让所有人看清楚。你自己的妈妈跑了，你抢了我的妈妈，你还在这里委屈。周围一片哗然，甚至隐约有人骂苏冉白眼狼和替我委屈，更是时不时地夹杂着几句苏冉的亲妈跟人跑了这件事。苏冉的后悔来找我麻烦了，纵然她真的很聪明，也不过10几岁，哪里想到会有这样的局面。前世我处处顾及她的自尊心，没有人知道她的妈妈不要她，真是愚蠢。在校门口闹出这样的风波，自然会引得学校关注。教务处找了专家，在全校开展了心理教育讲座，主题感恩。
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人尽皆知，就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在苏冉的脸上。我看着坐在阴影处的苏冉，她整个人泛着无助和孤独。我按下心底的畅快，牵住了她的手。对不起，冉冉，那天是话赶话，我没想到你会觉得我欺负你了。我仅仅收回了上辈子的所有优待而已，她已经受不了了吗？风声传到了妈妈的耳朵里，她什么都没说，但是苏冉的处境愈发艰难。她似乎明白了，得罪了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开始好好学习，好好干活。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一天，妈妈带着我去了银行，取钱准备给我买一套小房子。和上辈子一样的地段，也是苏冉觉得妈妈偏心我的事情。我毕业就有房子，她嫁人才有，还是舅舅的赔偿。可是她完全没想过，妈妈本不必对她那么好，不过是对不幸者的善意而已。自从重生回来，我们便把所有贵重物品寄存在银行。妈妈犹豫了一下，从保险柜另外拿出了一个 U 盘给我。我在咖啡厅看着这段视频，握着鼠标的手都在颤抖。正午的阳光，我的额头却冒冷汗。这一刻，我想冲出去杀了苏冉。妈妈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不能受剧烈刺激，情绪更是不能起伏太大。包里常备一瓶速效救心丸。而监控是2月的某一天，苏冉趁妈妈洗澡，从纸包里倒出相似的黄色药丸，替换了进去，然后没事人似的去上学。可惜她不知道，妈妈早就全方位安装了针孔摄像头。妈妈按住了我的愤怒，她一句一句安抚着我：没事的，青青，妈妈经历了上辈子，这些事已经刺激不到我了。我每个月都会看一遍监控，刚好她这是才换的。我随身携带着针的药，我不敢想象，如果刚好这几天妈妈需要这个药会发生什么，如果妈妈没有去看摄像头会发生什么。愤怒让我甚至开始眩晕，却被拥进怀抱。妈妈按着我的手在颤抖，这个药瓶子我已经留下了，上面有苏冉的指纹。我们不报警，他未成年。我们再等等，等他自食恶果。这辈子他再也别想伤害我的青青。妈妈的声音像风一样从耳边吹过我的青青，从20楼跳下去该有多疼啊！我亲爱的妈妈呀！其实一点都不疼，那时身上全是苏冉的血，给妈妈报仇，我的心里无比痛快。我读的是家门口的重点大学，我是妈宝女。高2的学业开始紧张，苏冉也许是心虚，总之和妈妈商量住到了学校宿舍里。我们自然是乐见其成。10月的一天，妈妈给我发消息：青青，苏冉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他早恋学习成绩下滑厉害，让我去学校一趟。你明天有课吗？有没有空去看热闹？我顶着炎热的太阳，和妈妈在校门口集合。苏冉看见我有点意外，但是她什么都没说，俨然一副无所谓的姿势。和上辈子一样的男孩，2个人整整齐齐地站在办公室里面。这次妈妈说：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我只是这孩子的姑姑，只能说劝劝。青春期的小孩有主见，我也不敢多管，就怕逆反心理。老师叹口气，显然也知道前几年的校门口风波。看着我这个上届省状元，同理心泛滥。你也不容易，但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。虽然不是高3，但是成绩掉下去了，不是一下子可以回去的。家长老师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，关系可谓异常和谐。至于带回家的苏冉，说几句也不会掉块肉，我们也不指望他听进去。
上辈子苏冉的成绩一下滑，妈妈马上没收了手机，我更是抽空每天给她线上辅导，让她怨言颇大。最后她考上了和我一样的重点大学，这辈子自然没有我们的虐待。且看看苏冉能不能在甜甜的恋爱里面考上大学吧。在苏冉高3的这一年，舅妈回来了，和前世一样的时间节点。上一世，苏冉迎战高考，手机被妈妈收走，舅妈只能先联系到我们。名义上是想念女儿，实际上想要剩下的赔偿金。我们怕苏冉伤心，想办法等她高考结束才让他们见面。妈妈把苏冉当亲生的，自然不愿意把剩下的抚养费给舅妈，这也是我们被网暴的原因。现在想想，确实是管得太多，斗米恩生米仇。这次是舅妈牵着苏冉敲开了我们的门。苏冉的目光带着挑衅，手挽着舅妈，对我说：“我也有妈妈的。”我同情地看向她，讲真，这个妈还不如没有。舅妈心比天高，时常觉得嫁给舅舅吃了大亏，生了苏冉就去外面打工，一年回不了一次家，更不会给家里寄钱。舅舅为了苏冉，没有考虑过离婚，索性当舅妈不存在。在舅舅出事以后，舅妈更是在灵堂上说出不可能带走苏冉的话。看着碎成花的苏冉，妈妈怒上心头，当即要了监护权过来。舅妈像丢垃圾一样的丢下苏冉就走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次是舅妈找到了真爱，她想和真爱在其他地方买房，但是缺钱。舅妈和苏冉强势地占据了厨房，美名其曰谢谢这些年对苏冉的照顾。桌子上摆了一桌子菜，苏冉落落大方地坐在对面，不知道舅妈说了什么，总归她有了十足的底气。吃好饭菜，舅妈开始点名目的：“小姑子，这些年来，谢谢你替我照顾冉冉。我这次来是准备等冉冉高考结束，带她去那边生活。当年你哥的赔偿，妈妈在桌子底下翻出来一厚厚的笔记本，上面有着这5年来苏冉的所有支出。”看着对面满脸意外的舅妈和苏冉，他们没想到我们还有记账。账单在这里，还有一份电子版的，我等会儿发给你。当年我哥的赔偿一半你带走了，剩下25万，5年陆陆续续花了7万，明细都有。我这边的房租和饭菜就不收钱了。苏冉低头翻着账本，眼神晦暗不明。舅妈撇撇嘴，小孩子家家，怎么可能5年花7万？我们苏冉可是有奖学金和助学金呢。我摔了筷子，冷笑一声：“冉冉哪来的奖学金？这2年连年级前100都没有，学校又没封。”我看着苏冉，顶着她想吃了我的目光。至于助学金，舅妈你只是跑了，不是死了。苏冉连孤儿都不算，哪来的助学金名额？舅妈的声音尖利刺耳：“凭什么你可以？”是的，我是单亲家庭，爸爸早在3岁时就离开了我，只是每个月打1000的生活费。在上辈子因为单亲，没少被苏冉偷偷戳心，可是我顾及他像小兽一样自我保护，愣是忍了那些若有若无的不舒服。舅妈一把抢过了账本，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长长的指甲几乎要划破纸张。怎么可能一个兴趣班就要5000？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舞蹈有什么好学的？小姑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连我冉冉吃你几只螃蟹都要收钱。废话，那可是帝王蟹，不收钱白给白眼狼吃吗？我和妈妈坐在这边，看着舅妈的口水喷溅，妈妈微不可道地皱了皱眉。很多东西都是苏冉自己要的，我自然要满足她，不然岂不是要被人说吞了我哥的赔偿？舅妈每翻一页就会嘟囔几句浪费。
开始还是说妈妈的不是，后面便开始指责苏冉。冉冉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到现在还在学舞蹈，我看你也没学出一朵花来。你每个月在学校倒是大鱼大肉，你妈妈在外面打工给你赚钱，你是一点都不体谅。我看着苏冉的面色逐渐苍白，想起来了吗？你的母亲根本不爱你，以前不爱，现在自然也不爱。舅妈终于翻完了一本账单，苏冉沉默地坐在旁边，不知道想什么。她显然不是很满意，以前冉冉多亏你们照顾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把剩下的钱转给我吧。妈妈对上苏冉的目光，她带着微不可道的慌乱和拒绝姑姑照顾我挺好的。舅妈对着她的脑袋就是一巴掌，让苏冉偏了头，小孩子家家懂什么。妈妈拒绝了舅妈，监护权在我这里，抚养费自然应该是我拿着。如果你去上诉拿回抚养权，抚养费自然还给你。舅妈的眼睛一飘，下意识地想拒绝，看着亭亭玉立的苏冉又亮了起来。冉冉，妈妈这就去上诉，以后有妈妈在，谁都别想欺负你。我给苏冉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任由舅妈拽着苏冉去买新衣服，我们喊了钟点工打扫了卫生。希望舅妈给力一点，苏冉离18岁还有几个月。反正不管因为爱还是因为钱，总之妈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说是走法律程序，其实只是走流程，由亲生母亲索要监护权，孩子自愿更改监护权，以及现有监护人自愿变更监护权。妈妈和舅妈去准备材料，我坐在休息室的沙发等他们。旁边的位置凹陷进去一块，是苏冉。她静静地看着我，眼光复杂。表姐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喜欢我？因为我抢了你的妈妈吗？她顿了顿，可是姑姑对我不好，她从来不会晚上给我热牛奶，不会督促我的学习，甚至连我早恋都不管。我看着她，想透过皮囊看到灵魂，可惜我没有火眼金睛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原来她也知道日日牛奶、督促学习或者不准早恋都是为她好，可是并不妨碍她恩将仇报。她说了很多话，多是对以后的期盼。我看着她，恍然似乎前世她也是这般漂亮，和我倾诉将要新婚的快乐，对美好的期盼。我的嘴张开，却想起来速效救心丸，咽下去了，差点脱口而出的拿好你的抚养费，别给你妈。我最后笑着告诉她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是个宝。恭喜你有妈妈了。苏冉的语气带着迷茫和不确定，最后道：谢谢。这样的氛围实在不适合我们，我决定打破它。我问苏冉，你能考上大学吗？你以后去跟你继父生活吗？你去继父的家里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吗？我看着苏冉的背影笑得开心，法院的门质量就是好，摔起来都响亮。苏冉的成绩是在高2开始下滑的，舅妈很快发现了这一点。她质问到学校，也只能得出是苏冉早恋的影响。他在学校撒泼，骂老师对学生不负责渎职，骂那个男生小小年纪勾引女生，骂妈妈黑了心肝想养废苏冉，骂苏冉不要脸，没男人活不下去。苏冉哪受得了这个，想去捂舅妈的嘴，却被打了好几巴掌。这下他是真的愣住了。学校本来顾及学生，但是抵不住舅妈的战力，后面索性报了警。我一脸懵地问妈妈，舅妈闹着一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是要干嘛？妈妈摇摇头，告诉我，上辈子苏冉学习好，她觉得有利可图，所以只是来找我拿钱。被我拒绝了以后，她没有理由要钱，不知道有没有去找苏冉，总归后来又走了。
这辈子嘛，他拿到钱了，自然要找一点理由放弃苏冉。妈妈的语气带着不屑，苏冉估计不知道，她有个1岁的弟弟。如妈妈所料，舅妈大闹一场后，就给苏冉留了个地址，拿着钱走了，完全不在乎苏冉还要高考，手里又没钱。按妈妈的话说，苏冉每年1年的生活费、学杂和吃饭住宿都是从总账里出的，肯定存了一部分。舅妈肯定也知道，所以毫不犹豫地拿走了剩下的。苏冉被我锁在门外，大雨瓢泼，雨水顺着她的刘海流进校服的领口。第一，你的监护人是你妈妈；第二，你的赔偿款是你自愿给你妈的。于情于理，你都不该找到我和妈妈身上。她在门口坐到了半夜，最后我在猫眼里看到她的男朋友带走了她。也许她会误入歧途，可是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夜晚雷鸣又闪电，我和妈妈在换了锁的家里睡得十分安稳。高考很快就结束了，苏冉敲门来收拾东西。她什么话都没说，但是我看见她对着一叠奖状发愣。等她走掉以后，我看见空空荡荡的阳台，还有那一沓奖状被压在窗台上，被风吹起来边角。我摸了摸奖状上苏冉的名字，她大抵也是有难过的，也许更多的是对我们的怨恨。奖状是崭新的，时间线停留在高2，我帮她丢掉了。我在公众号的最下面找到了苏冉的名字，是一个舅妈那边的专科。听说苏冉拿着手里最后的钱买了票去了她继父那边。妈妈说这次她存了挺多钱，等我读博士她也退休了，到时候我去留学，她也去国外看看新世界。我冷眼浏览苏冉的微博小号，上辈子就是这个不知名的账号一夜成名。他发的内容包括着这5年的委屈，他的家，还有他遇到的爱情。我在等苏冉的最后一招。专科只需要2年，苏冉毕业就结婚了。彼时我正保研成功，是国庆回家的时候。朋友圈刷到了苏冉的结婚照，只是除了人一样，婚纱照的质感处处泛着粗糙。这次没有我送嫁，也没有躲过网暴，是苏冉用小号艾特我。文案：谢谢表姐这些年给我的苦难，让我愈发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。视频俨然是新拍的。苏冉在她老公的怀里，开始还是一个幸福的小女孩，随着话题的深入，开始讲述寄人篱下的痛苦，讲述那些年睡阳台的逼仄和寒冷，讲述横向对比下的表姐，讲述父亲离世以后被人像踢皮球一样嫌弃。到后面，只有颤抖的双唇和不住决堤的泪水，彰显着她那些年的委屈和不甘。苏冉漂亮，这是我2辈子都承认的事情。漂亮的女孩子总是让人心软几分。她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共情，他们和蝗虫一样拥挤进了我的微博。我冷眼看着微博下的谩骂，苏冉和上一世一样不接电话，只是一个劲回对不起。我看着她的对不起，已经可以预想到这夜截屏又可以挑起的风浪。妈妈滑动着鼠标，红了眼睛。舅舅比妈妈大8岁，妈妈的童年是在舅舅的背上长大的。舅舅在85年会每周回家给他买1分钱的糖果，也会抱着我去游乐场玩。因为舅舅，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收养他，对他胜似亲生。即使重来一世，我和妈妈有怨言，也从不曾真正虐待过他。他偷偷换了药，我们秘而不发，何尝不是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？可是他还是做出了一模一样的选择。妈妈浏览了半晌，看着微博的谩骂，颤抖着手拿出手机。她说：报警吧。
我看着不断上升的话题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为他打抱不平的人有多少，发现欺骗以后的反噬就有多少。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，短短2天时间，我的账号浏览量达到了几万人次，是铺天盖地的恶意。苏然已经借着新的人设开始卖货，甚至接了几个广告。我知道下一步就是我要被曝光的个人信息。我拍下了判决书，发送了一条微博，然后进行了置顶。微博发出没几分钟，对我的谩骂就进入了下一个高潮。拿了25万，居然让人家睡阳台，这都能租一个1室户的房子了。恶人连羞耻之心都没有，还敢晒出来。可是很快有人发现了不对劲。为什么判决书说母亲拿走25万赔偿？母亲还活着，监护人怎么会变成姑姑？网友的几句话冲淡了评论区的愤怒，转而变成了疑惑。他们回到了苏冉的微博下面，苏冉解释母亲在异地打工，本想着跟随姑姑生活会更好一点，才万般不舍地放弃继承权。网友带着妈妈抢夺抚养权的证据再次回来，开始对我们的下一轮网暴。苏冉更是迅速地签订了几个合约，俨然要走网红路线。我耐心地等他签好，打开微博，甩出一段录音，是当年在校门口的音频。从重生的第1天起，我日日携带着录音笔，便是为了这一天。妈妈紧跟着我，晒出了每年1万的转账记录和账本。上辈子妈妈尽心竭力，生活费都是直接打校园卡里面。苏冉一毕业，校园卡注销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这次就是为了防备她。录音和账单一发出，舆论便不是一边倒，网友陷入激烈的争吵。一群人在帮苏冉说话，说她寄人篱下本来就很委屈，我们没给她爱，为什么要监护权？肯定是图钱。另一群人恢复冷静，开始争吵，寄人篱下了还要啥爱？亲妈都没爱，干嘛绑架姑姑？更多的人开始观望。苏冉不止给我发对不起了，冷冰冰的文字也可以看出她的慌张。表姐，你怎么会有当初的录音？表姐，我就是想赚点钱，妈妈有了新的孩子，我结婚彩礼是借的，都没有嫁妆。到最后一句，已经带上了祈求表姐你把东西删了行不行？我以后再也不说什么了。我自然是截屏发送，给本就形势不太好的苏冉加了一层霜。很多网友意识到了被欺骗，开始转头谩骂苏冉以及她那个不负责的母亲。苏冉不知道得到了何方高人指点，发布了道歉声明。适时的低头虽然不能洗白，但是总会有宽容的人原谅。有人在他的历史帖子里翻出了他的小阳台，我房间的高低床。舆论再次向他倾斜，有高低床却给他睡阳台，何尝不是一种霸凌？有大 V 喊话，家庭霸凌也是霸凌。这个没什么可以解释的，确实是这样，我也是故意的。苏冉得到了新的支持，暗戳戳地借着东风又签了几个合约。但是这次他不敢来撕我，我却要找他了。我转发了他拍的我家的照片，发送了他换药的监控，赫然是一个家，艾特了警方。仿佛一个惊雷炸在鱼塘里面，引起了巨大的风浪。大 V 在短短几分钟里删除了话题，发布了热搜。苏冉的微博一瞬间被冲塌，几次都加载不进去。我看着苏冉打过来的电话，和妈妈对视一笑，把她拉进了黑名单。网友发现这个可怜的女孩竟然想换别人用来救命的药。网络事件持续了半个月，最后以警方的声明书画上了句号。
未成年时期换药，未造成人员伤亡，并不能以刑法定罪。但是那个红彤彤的章，警醒地落在所有人的身上。不明是非，不予置评。我用3年的时间努力进修，走到了和上辈子一样的高度。热心的网友一直盯着他，发现了他早恋、不好好读书、恩将仇报诸多故事。更是有人时不时来我的微博下汇报苏冉，诸如苏冉违约金高达几百万，她老公想离婚却离不掉；苏冉老公出轨了，由头是苏冉3年没怀孕；苏冉的亲妈日子过得不错，用赔偿款买了新房子，认真养儿子。我和妈妈登基的这天，有网友艾特我去热搜，我看见了苏冉的名字。她浑身是血的戴着手铐，眼神呆滞的看着救护车，车里面是护着小儿子受伤的舅妈。我一不小心手滑，点了个赞，打开飞行模式，起飞。我靠在妈妈的肩头，今日晴空万里。故事完。